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这款极富争议的大炮帕走，它的争议在于它的难度，有一半玩家说它很简单，但是还有一半说它很难，这我一定要见识一下了。我承认被它的颜值吸引也是一部分原因。它的玩法是在不借助工具的前提下拆解炮筒，取出里面的炮弹。先看看它的构造。好，这头可以拧动，我们先把它拧下来看一下。炮弹应该就在这个里面，但是它被这根柱子挡住了，和炮筒应该是一体的。这边也可以拧下来。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面有一个银色的，它应该就是炮弹了。但是它被这个螺丝给挡住了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螺丝拆下来。它前提条件是不借助任何工具。这意思应该就是说，打开它的钥匙要从大炮身上去寻找。这个炮架好像没什么问题。很显然不配套，这根铁销子是拔不下来的，可以确定这边出不来。炮口的这颗螺丝应该是唯一的出口。这样来看，这个大炮的结构也太简单了吧，就两头两个螺丝。炮架是没有什么用的，应该只是个装饰。越是这种简单的结构，越是难找到突破口。成功就在你眼前，但和你总有一步之遥。我现在有一种用螺丝刀把它拧下来的冲动。这两个丝纹看着大小差不多，哎，可以拧上去的。哎，动了，拧到底了还可以拧啊！我去，这不是钥匙吗？藏在这里面了，形状和大小一样，肯定是它了。有点佩服我自己了，这都能发现。我们把炮弹倒出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现在我知道它的评价为什么这么极端了。找到方法确实非常简单，它就是用外面的这一圈丝纹做了一个障眼法，而且接缝处其实比较小的，很难发现。我们再把它组装回去，这就很简单了。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款帕走，居然用了10几分钟。它主要考验的还是我们的创造力，当然了，观察力也是很重要的。它给我的感觉就和这个螺丝帕走差不多，从始至终都在找一个突破口，是第一步，也是最后一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主播的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好长时间没有玩过盒子类的帕走了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类的都很贵，比较便宜的几款去年就已经完了。他还送了一个迷宫盘，要不今天我们就玩这个赠品吧。这张纸应该是它的答案，我们最后再看。盒子的外观很像一个抽屉，后面有一个正方形的小孔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借助任何工具打开这个抽屉。可以看到后面的木方和这个抽屉是一体的，抽屉只能拉出来一点，再往前拉会被卡住。听声音，盒子里面是有东西的。这上面有2个钢珠，取不下来。这个抽屉往里推可以推到这个位置，我觉得它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盒子的内部结构。按照上面的意思，卡住抽屉的东西应该是2个钢珠，这个突出的就是这个位置。盒子上的结构图和实物的朝向不在一个方向上，为了方便观察，我按照实物的方向把图纸画了下来。这是我画的在3种不同的状态下盒子内部的一个简易图。第一种是抽屉和箱体在一个平面上时，钢珠的位置这3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。第二种情况是抽屉拉到底，这个时候2个钢珠会碰到一起卡住抽屉。第三种是抽屉推到最里面，这时候钢珠的位置除了在上下2个凹槽之外，还有可能在中间。从盒子上的图案可以看出来，抽屉推进去多少是由这段距离决定的。只有在2个小球同时处于凹槽里，并且在移动的过程中小球位置不变，才能打开抽屉。先把小球放进抽屉上的凹槽，已经进去了，然后反过来把另一个小球推到下面的凹槽里。好的，现在2个小球都已经进去了，把盒子朝上，保持水平，再拉抽屉。哎，还是被卡住了。我这个步骤应该没问题啊，哪里错了呢？再来试一遍，先把小球移到上面，反过来把另一颗移到下面。听到声音，保持水平，拉出抽屉。哦，打开了，看来我的分析没错。这个抽屉只能开启这么多，没有办法看到内部的构造。我们来看看答案是怎么说的。啊，全是英文啊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
这款就是今天我们要挑战的 puzzle， 它是鲁班锁系列里面难度比较高的一款，名字叫鱼雷。它的玩法是拔出这几根木棒。鲁班锁有很多种类的机关，设计的都是比较复杂的。这一款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构造，只能靠盲猜，难度也是比较高的。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结构，这一根是整根的，这一根也是，这一根不联动，它中间是断开的，所以说它就是由4根木棒组成。这4根木棒的话，每一根都有活动的间隙，但是单独去拔每一根又拔不掉。里面有什么机关，现在我们无法推测。我觉得它有可能还是靠某种外力，不排除离心力。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我们先让它转几圈。大家不要介意啊，拍打和旋转是解puzzle的必经之路，说不定就会有奇迹发生。这根圆形的柱子可以转动一定的角度，前后也可以拉动一点，另外2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空间。现在已知条件都告诉大家了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一起思考一会儿。我大致推测一下它里面的结构，这2根短的中间是断开的，左右都有一些活动的空间。这根圆柱应该有特别的结构，卡住2根木条，使它们拉不出来，所以说突破口应该就在这里。我把圆柱旋转到这个角度，这根木棒就无法移动了，所以说它们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。哎，这根圆柱是可以按动的，而且好像有一点弹性。我大概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了，我们把它按紧来拔一下这根。可以拔动哎，但是还有一点拔不出来。我们按另外一头试一下。拔出来了！我去，这感觉太爽了，就像拔走了一根让我痛了很久的刺。不能高兴太早，还有剩下的几根呢。这就有点尴尬了啊。所以说，就是那一根是最重要的，只要把它拆掉，整个都会散掉。这个机关确实符合鲁班锁的特性。我们把里面的机关复原，看一下刚才是怎么取下来的。这个就是它上锁之后的状态。刚才我就是把圆柱旋转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按住它，把这个销子按进去里面，然后把它拉出去，它就不会被绊住了。最后一点拉不动的话，按一下另外一头。这个机关思路设计的真的是太牛了，简单粗暴有效。不知道大家猜出来了多少，反正在没有打开之前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。现在我已经把它复原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主播的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今天我们来拼12生肖拼图，它是木质的，一共有218块。本来想按照颜色的不同分个类呢，看到这里我放弃了，只能把边上的还有比较有记忆点的先挑出来。这是它的图框，等一下要在上面拼。我们从脚上开始。这一块我找了好久，不是我钻牛角尖啊，它里面有很多相似的，太费眼睛了。这款拼图的寓意很好，细节做得非常到位。还有不到1/3，继续干吧。整体上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再把这几块有特点。哇，终于拼好了，一口气拼了5个小时，不容易啊。最后我们再把它裱起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拼图，这款拼图有一个中文名字，从它的形状大家应该可以推测出来，名字就叫几个意思。虽然只有6块，但据说也是8级难度的。这2块一样，这2块也是。拼块的形状比较特殊，每一块摆在脚上都会有空格。还剩一块最大的，这里空的太多了。
我应该先找到一些可以搭配在一起的拼块，减少占用公共区域。只有这2块可以。像这种形状比较特殊的拼图，虽然拼块的数量不多，但可以出现的排列组合是无法计算的。对啊，斜着也是有可能的。之前玩过一款只有5块的拼图，就是斜着拼好的。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就多了一格，可以把最小的这块夹在中间。哎，可以啊，我可能就要成功了。还是不对，这不是挺合适的吗？放在这里。已经20分钟了，半个小时如果拼不好的话，我就要使用绝招了。马上到半个小时，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。很多次了，还是中间的放不下。这2块是一样的，可以先把它也放进去。哇，终于拼好了！这个答案并没有很特别，我以为会有1-2块是斜着放的，而且前面其实我已经摆出了很多次了，就差右下角这一块。主要是这样放，它下面会空出很多，没敢让它立起来。其实现在来看，这款拼图并不是太难，只是自己的思维被一些固有的习惯给限制住了。猫和老鼠大家有没有看过？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名字就叫猫和老鼠。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要用打火机烧开，我来试试。哎，确实不错。猫和老鼠，老鼠表示有点尴尬，确实挺尴尬的啊！这么多猫就1只老鼠，哪里够吃啊？我们计时1个小时，因为有很多玩家表示它还是挺难的。算上那只小老鼠，一共是12块拼图。像这种带直边的，即便它站不了一个角，也能站个边。大家看啊，这里面还乱入了一条狗。这款拼图拼好之后肯定不是严丝合缝的，拼图的轮廓几乎找不到特别吻合的。和普通的拼图不同，它主要考验的不是观察力。现在我可以确定这只猫站个角，这些拼图就没有说一放上去就让人有恍然大悟的感觉，每块都是模棱两可的。这只黑猫站个角应该差不多，这2块可以这样放。锅里的3只小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位置，因为锅底是圆形的，不好搭配。这块差不多也可以确定了。这2只猫的轮廓很像，但是被这只猫挡住了。我们把这2块调整一下，哎，这样就放得下了。这2只的轮廓还是比较相近的，所以这一条也可以确定了。我感觉拼好海豚拼图之后，我的观察力有了很大的提升，脑子好像也灵敏了不少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有点小激动。哇，太帅了，终于拼好了。哎，不对，还有一只小老鼠。好，这才是真正的完美。最后我来讲一下这款拼图，我们可以看到拼好之后它是有很多空隙的，所以找相似轮廓这条路基本上走不通，我们只能先确定几个边角，然后再一一的尝试。这块拼图给了我很大的干扰，我一直以为它是放在边上的，还好没有超过1个小时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效果。这是一款十分烧脑的立体拼图，如何将这6块筹码全部放进这个盒子里呢？刚开始玩的时候，我设想了2个装回去的方案，这2个方案前5块都很顺利，到最后一块就出现问题了。它的规则是装好之后不能有拼块冒出来。我们来看看拼块的尺寸，它的直径是自身厚度的2倍，盒子的深度平放可以盛下3块，再加1块就会超出。知道这些条件，我们可以在桌面上模拟出它拼好之后的形状。这样摆放可以将它看成一个立方体，边长是3块拼图的厚度，体积没有超标。我们这就来试试。先把第1层放好，第2层和它是对角摆放，这样放最后一块就放不下了。如果是先放平的，同样也会剩下1块，那该怎么装回去呢？你能想出来吗？首先第1层我们这样放是没问题的，想要摆进第2层，我们还需要借助这一块，先把边上这一块填进去，将这一块提上来，平放到第2层，上面这个空间可以竖着放1块，
现在还有最后一块，该怎么放呢？我们可以将这2块往上移，右下角还有空间。到这一步，这款立体拼图我们就完成了。今天收到一位粉丝寄来的这个东西，我以为是个螺丝，他却说这是一个烧脑玩具，让我将里面的圆环给取下来。第一步我就想到了将上面的螺母拧下来，可是拧到一半就发现不对劲，好像有东西卡住了它，拧不上去。我将螺母退回来又尝试了一次，果然还是不行。这个时候我才确定它可能真的是一个烧脑玩具。只要是玩具它就有出口，那要从哪里把它打开呢？螺帽这里也很正常，铁环更是十分牢固，拔也是拔不出来的。螺丝的结构一目了然，能用的方法我都试过了，还是取不出来。你们有什么办法吗？虽然这个螺丝的外观和普通的螺丝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你仔细看可以发现，上面这一节丝纹其实是可以活动的，那也就是说它和丝杆不是一体的。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我们用手指紧紧按住上面的丝纹，让它和下面的丝杆暂时接触，我们再去转动螺母，这样就可以顺利的将螺母旋转出来了。来看看它里面的结构，丝杆其实是断开的，你们猜到了吗？今天我们来玩一个烧脑的智力游戏，杯中取物。它的玩法是利用这个筷子把这个十字架从杯子里取出来，它的难度呢是非常高的，像我们这样直接倒是绝对出不来的，瓶口比较小，各个角度都不行，瓶子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它是一个十分考验创造力的智力游戏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下怎么用这个筷子巧妙的把它取出来。首先我们用这个筷子快速的搅拌这个十字架，这个时候它们2个就分开了，先夹出一个，再夹出另一个。这是什么原理？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了，还没有明白的可以去看评论区。它最难的地方不是把它取出来，而是完整的装回去。这个时候就十分考验用筷子的功力了。我从小夹菜都比较在行，除了川粉，基本上没有我夹不到的。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小意思。里面的2个小柱子比较灵敏，稍微一倾斜它就会出来。我的方法是先不管这2根柱子，直接把它们摞在一起，然后同样的方法旋转，它们应该可以扣在一起。好，现在已经把它恢复原样了。其实这个道具是我用以前玩过的 puzzle 改装的。杯子的话就是吃完的芒果罐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此类视频的可以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今天我们来挑战多一块三角拼图，它的难度不高，玩法是把这一块小三角形也加入到里面。它的缝隙虽然很大，但是这样直接放也是放不进去的，需要重新排列一下。我觉得以我的实力2分钟内应该差不多。先把这些取出来，像这一块它的长度和边长是一样的，应该就是放在边上的。我们先从面积比较大的开始，放在哪里合适呢？反正这个直角绝对不是放在角上的，这是设计一款拼图最基本的道理。我们斜着放，这一块也是斜着放，让这2块大的角对角，反过来也是可以的。先不管它，我们先放下一块，应该就是这一块了，角度对的刚好。还有一块大的放在最上面，再把这个长的放进去，然后小三角。好的，全部搞定，时间还不到1分钟呢。这个速度是挺快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拼图是有问题。你看它的空间还有这么大呢，会不会是给我少发了一块？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叫欧元危机，这款拼图的设计师是这个名字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我买的很多 puzzle 都是德国的。拼图一共有12片，玩法是把它们平铺进这个盘子里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开始。拼图是有正反之分的，我们只能让正面朝上。到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合适的拼块了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规律。盘子一圈的圆弧弧长都是不一样的，对照硬币。
也不行啊。换成这一块整的呢？严丝合缝，感觉这次应该没问题了。好的，搞定了，太爽了！今天这个拼图进展的非常顺利，只用了10几分钟。其实最关键的点就是第一块的位置，它的弧长是一个突破口，就看你能不能发现。今天的这款拼图比较特别，它的名字叫鱼罐头，玩法是把这些咸鱼全部放进这个盒子里，然后再把盖子盖上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1个小时内应该能搞定。我们先把这些全部都拿出来，然后做一下简单的分类。一共有20条，有很多是比较相似的，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起。这2种尾巴带弧度的可以放在边上。按照盒子的厚度来看，最多可以放3层，也就是说有2层需要放7条。第1层放好了，但是还不能确定对不对。不过看着严丝合缝的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继续放第2层吧。边上这一条大了一点，但是没有其他的可以用了，可能是第1层放错了。把边上相似的几条做一个调整，看行不行？我去，还是放不下，已经很严丝合缝了，还有哪里错了呢？我发现这2条鱼虽然很相似，但仔细比较起来还是有一点差别的。我们换另外一条试试。好，第2层也拼好了，还有最后1层。第3层的话只需要放6条，这样就简单很多了。坏了，最后1条又放不下了，不是前面的又错了吧？哎，对，先让他们2个做个调整。终于搞定了，最后一块吓我一跳，如果再拼错的话，我可能要放弃了。这款拼图的难度很高，里面有很多相似的拼块，要拼好它一定要注意细节。它给我的最大的启发就是每一块拼图都不能迁就，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那一块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此类视频的可以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叫欧元危机，这款拼图的设计师是这个名字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我买的很多 puzzle 都是德国的。拼图一共有12片，玩法是把它们平铺进这个盘子里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开始。拼图是有正反之分的，我们只能让正面朝上。到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合适的拼块了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规律。盘子一圈的圆弧弧长都是不一样的，对照硬币。也不行啊，换成这一块整的呢？严丝合缝，感觉这次应该没问题了。好的，搞定了，太爽了！今天这个拼图进展的非常顺利，只用了10几分钟。其实最关键的点就是第一块的位置，它的弧长是一个突破口，就看你能不能发现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谜题是笼中取刺。顾名思义，它的规则就是不使用任何工具，徒手取出铁笼子里的刺球。先来看看笼子的构造，这些柱子没有问题，笼子也很牢固，不存在机关。铁球上的刺很长，直接取肯定是出不来的，这好像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问题。对了，难道这些刺是可以取下来的吗？我们来看看，纹丝不动，很牢固，
看到这里，90%的人都认为这个玩具是无解的。但是益智玩具就是考验我们的空间想象力、创造性思维，还有观察力。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柱子的距离，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来，其中有一个柱子的间距要大一点。那我就从这个距离比较大的开始，一开始只能出来3根刺，通过旋转可以出来4根、5根、7根。如果被卡住，就换一个方向旋转，慢慢来，多尝试几次，这样整个刺球就会从铁笼子里钻出来了。看似不可能的问题，经过我们不断的尝试和摸索，最终也能找到正确的答案。这就是益智玩具的魅力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有14块，难度等级9级。这次玩拼图，我们换个方式，用数学来打败它。我要验证一下我这9年的寒窗苦读有没有用。这14块拼图都是直边的，没有那种弧度的。我们可以找到一块最小的来作为它的基本单位。先把一块的面积量出来。而且拼好之后是没有空格的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拼。前面的话尽量不要出现一个单位的格子，因为我们只有一块可以作为填补。这感觉好像是找到了感觉，不是就成功了吧？哦，果然是我高兴的太早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些拼图的形状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一款游戏？对，俄罗斯方块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试一下，让你们看看我俄罗斯方块的基本功。不好意思，装逼失败，我可能还是太年轻了吧。我觉得至少前半部分我拼的没有错，后面的话调整一下应该还有救。这块不能放这里，会多出来2个空格。这种拼图不玩到最后还真的不知道前面的有没有拼错，但是现在我感觉我已经稳了。我靠，终于拼好了，爽！9年义务教育玩这种拼图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拼图。我们可以看拼好之后它是没有空格的，所以之前我们的思路是没有错的。每一次都避免让它出现这种空格，在这个前提下再去找合适的拼图块。这里面的道理俄罗斯方块已经告诉我们了。这一步走的我觉得是全场最佳，我并没有刻意要去走这一步，可能这就是神来之笔吧。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，我可能要多花至少5分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主播的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这种，它就是立体拼图 X 水晶。它的玩法是把这4个拼图块组装成像图片这样的形状。这4块拼图大小和形状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先随便拿一块开始，把这2块交叉在一起。每块拼图开口的大小和厚度是相同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穿过。这就已经放了3块了，但是这样的话第4块就没办法放进去了。我发现这种立体拼图其实和鲁班锁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那我就按照这个思路来试一下。前3块是我们一早就确定的，最后一块的话我这样把它穿进去，然后在空格之间调整。这里面就像迷宫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卡住，现在已经进退两难了。我现在可以确定它一定不是一块一块拼好的，肯定是这样画0为整，然后再合在一起。上下是不能直接扣在一起的，我们可以让它们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，这样慢慢的旋转，看能不能合进去。这招不行啊，有句话说得好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总是打你脸。现在已经1个小时了，我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。有一款6星难度的魔晶和这个有点像，也是由4块组成，最后是通过复杂的错位和交叉把4块同时组合在一起的。漂亮，终于搞定了。应该就是这样的吧，4个边长度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有点松散。
为了方便大家看清楚，我又多玩了几遍。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它的核心技术，其实只有几步。我们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最后再那样，然后就可以合在一起了。这个步骤其实并不太复杂，只不过是我描述出来就可能显得有点难了。按照我这个方法，应该几分钟就可以。下期视频我们增加难度，来挑战一款12块的立体拼图。